最近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性侵抗议，超过了上百万人参加，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印度反性侵抗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印度连续发生了多起震惊全国的性侵案。8月9日，一位在加尔各答工作的女性实习医师在医院内遭到了性侵和杀害。仅仅几天之后，媒体又爆出2名的幼儿园女童在孟买近郊的巴德拉普尔被清洁工给性侵。这2起性侵事件引起了印度民众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许多医生声援过世女实习医生，在印度各地发起抗议。印度医学协会呢，更在8月17日呼吁全印度医生加入24小时的罢工行动。BBC 估计这场罢工有超过100万人参与。女童性侵案被爆出之后呢，也有民众在巴德拉普尔火车站抗议，瘫痪附近的铁路交通。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些性侵案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抗议者的诉求是什么？这些抗议又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的公司不知道怎么管理客户或是接触新客户吗？别担心，Odoo 可以帮你一把。Odoo 是一站式管理业务的全能软体，他们有70个以上的模组，可以一条龙的服务，帮你从头到尾管理订单。像是他们的客户关系模组，不只内建了邮件笔记、会议安排功能，也可以自动分配客户到你的团队。另外，你也可以把客户分类在不同的阶段，让主管一眼就能够掌握进度。找到客户之后 ，Odoo 有销售模组，只要点几个按钮就能够产生精美的报价单。同时，系统会自动的更改库存跟会计账本，让所有的资讯同步。而会计模组呢，则会把交易资料整理到账本还有报告当中，节省你宝贵的时间。对 Odoo 有兴趣的朋友，马上点击资讯的连结，赶快去试试吧。8月9日，在印度加尔各答 RG-CAR 公立教学医院内呢，一名31岁的女性实习医师在会议室内被发现身亡。她的尸体半裸，身上有多处的受伤。之后的验尸报告显示，她在生前有遭到性侵的痕迹。这起案件让许多人想起了印度2012年发生的达米尼案。当时一位化名叫做达米尼的23岁女大学生，在印度新德里的公车上遭到多名男子殴打并性侵，最终因为伤重不治身亡。那因为最近的女医师性侵被杀案呢，同样手段残忍，性质恶劣，许多人直接说这就是达米尼案 2.0。事情发生之后呢，当地的警方展开调查，并逮捕了一名疑似涉案的医院志工。但许多民众仍觉得警方的调查进度太慢，受害者家属也出来说，这可能是一起轮番性侵案，还有多名的共犯没有被抓到。而女医师案还没有调查出结果，印度又爆出了另外一起性侵案。8月13日呢，在孟买近郊巴德拉普尔的幼儿园内，2名年龄分别为3岁和4岁的女童遭到清洁工性侵。事情发生之后，受害者家属同样对警方的处理的态度不满，说警方呢在报案超过12小时之后才开始着手处理。之后，包含了1名高阶警官在内的3名警察，因为涉嫌在调查此案时怠忽职守，遭到了政府停职。而幼儿园方呢，也将园长、班导师、女助教停职。这2起接连爆出的性侵案呢，震惊了印度的社会，许多愤怒的民众因此决定走上街头抗议发声。女生性侵案发生之后呢，8月12日有数千名的医护人员在加尔各答发起游行，抗议性侵事件。游行也迅速的蔓延至德里孟买等城市。而在游行扩大的同时，却有另外一群人跑去攻击跟破坏案发医院，并说是因为现在恶意的媒体活动迫使他们这样做。医院遭到袭击，激起了更多民众的愤怒。8月17日，印度医学协会也发起了全国性24小时罢工，有100万人参与罢工，导致多地的医疗服务停摆。而除了医护界的抗议呢，女童性侵案发生之后，受害者家属跟不少的民众也在幼儿园所在地巴德拉普尔抗议，占领当地的火车站，铁路交通也因此一度停摆。上街游行、罢工、占领工作场所等等抗议者呢，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方式，让政府对于性犯罪者实行严厉的惩罚，并给受害者家属适当的赔偿。同时，他们也呼吁政府加强对于女性的保护，要求要用更严格的法律，还有更有效的执行机制来防范性侵害。而除了这些呢，医护人员的安全也受到了关注。罢工的医护人员要求政府加强对于他们的保护，包含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还有专用休息室等等，并希望能够制定专门的法律，防止医护人员遭到暴力。印度民众的抗议不只是针对这2起事件，他们也同时在表达对于印度长期性暴力问题的不满。
印度社会长期面临着不小的性暴力问题。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统计，2022年印度共发生了31516起的性侵案件，平均每天约有86起，也大约呢是每10万人当中就会爆出2到3起的案件。那我们光看账面上面的数据比起像是南非每10万人中有36起的性侵案，印度的性侵案并不算太多。但是呢，许多专家认为，印度许多性侵案没有通报，也就是没有记录在统计当中，甚至有些研究估算，未通报的性侵案可能占到了整体的80%以上。有些媒体认为呢，这可能跟印度的社会氛围有关。在印度发生性侵案时，仍有许多的家庭会觉得家丑不外扬，甚至社会上面有些人仍会检讨受害者。女性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很可能不敢报案，也不敢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在印度一些农村地区，一些受到侵犯的女性还得要被迫跟加害者结婚。另外印度人口组成复杂，种族宗教、种姓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性侵案件的走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也仍较重，社会上面容易出现不尊重女性，甚至侵犯女性自主权的状况。尤其这一次的女医师性侵案呢，是发生在印度相对安全的加尔各答。加尔各答历年报道的性侵案数量在几个大城市当中是最少的，对比2021年新德里有1226起，加尔各答只有11起，但在这样的大城市当中，也发生了情节严重的性侵案，这更让印度女性感到恐慌。除了印度整体的性暴力问题这次性侵案也爆出了印度医护人员的安全隐忧。2015年，印度医学协会的调查指出，有75% 的印度医生都在工作当中曾经遭遇过某种形式的暴力，而其中女性医护人员呢，也容易面临性暴力威胁。比如有女性医护人员表示深夜下班独自回家的时候，因为城市当中没有相应的女性安全保护措施，所以常常会感到害怕。另外，这次案发医院的一些实习医生也出来说，他们不仅常常要超时工作，也没有专用的休息室，只能够被迫在会议室等等的公共区域休息。其他医院的女性医师也说，他们任职的医院没有设立女性医师的休息室，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随时进入他们的休息空间，加剧安全风险。而除了女医生没有专属休息室，也有一些的媒体指出印度许多医院跟诊所都缺乏足够的安全设施，像是照明不足缺少监控设备跟紧急呼叫系统，这使得医护人员呢，特别是在夜间工作时，容易暴露在潜在的危险当中。那话说回来面对常见的性暴力问题，其实印度政府一直也都有试图在应对，立法机构呢也定了严格的法律措施，但却仍然难以遏止性侵案的发生。2012年达米尼案发生之后呢，印度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这些抗议也促使政府修法，包含了将跟踪还有偷窥行为纳入刑事的犯罪，还有设立专门审理性侵案的快速法庭等等。针对严重的性犯罪惯犯呢，最高可以处死刑。不过有些人认为修法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改善，像是2022年印度性侵案的数量还比2021年增加了20%。另外，虽然法律严格，但实际性侵案的定罪率却不高。2022年，印度调查了近4.5万起的性侵案，但只有5000多起得到了有罪判决，定罪率呢仅为27.4%，低于谋杀、绑架还有其他暴力犯罪案件的定罪率。综合媒体分析这可能受到了各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性侵案本身搜证就不太容易，再加上印度警方缺乏处理性暴力案的专业培训，比如缺乏跟受害者沟通的技巧，这样受害者在提供口供时呢，怕受到2次伤害，有的时候会无法顺畅的陈述，提供有力的证供，甚至呢，警方自己也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妥善的搜集证据，导致许多证据不能够使用。而另外一方面呢，即使有了处理性侵案的快速法庭，印度的司法效率仍不够快，积案的这个状况呢也还是有。那在长期的司法程序当中，受害者承受着不小的社会压力，有许多人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选择和解或放弃诉讼。那除了定罪率的问题也有些人觉得死刑能够带来的吓阻作用有限，像是律师格罗佛就指出，比起事后的惩罚措施，政府呢也应该要多注重性暴力的预防，但印度政府在这一块仍做得不够多。那针对这些种种的问题这一次印度的大规模反性侵示威有可能会改变性暴力的现况吗？有些人认为这次印度大规模的抗议可以让更多人重视性暴力问题，并能够给政府施压，让他们尽快的处理性暴力问题。那政府也确实有出来回应，印度总理莫迪说，政府不会让这2起案件的性犯罪者逍遥法外，同时政府也会制定更严格的法律来打击性犯罪，并会加强执行机制。
那除了施压政府，也有人觉得抗议可以开启社会的对话。那在热烈的社会讨论当中呢，一些有利于女性、医护人员、儿少安全的措施也可以随之提出。但也有另外一些人较为悲观，他们觉得抗议只能够让政府在初期的表现积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棘手的问题仍可能会被搁置，抗议者的诉求也很难真正落实。而且印度的性别暴力问题涉及到了复杂的文化、社会、宗教因素，要真正的改变这些深层的问题，可能需要长期的社会变革。那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被黄标的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的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这一次我们在研究印度的状况，发现性暴力问题除了靠修法解决，观念的改变也很重要。因为如果社会观念上面大家对于受害者的污名化仍存在，受害者面对的社会压力没有变小，那可能会有许多人不敢报案，或者在压力之下最终选择撤案或和解。像是印度的例子，许多涉及性侵案件呢，很可能根本没有进入法律程序，那法律的保护也就很难以触及到这些人。另外，如果性别意识没有持续前进的话，那社会可能还是会持续的出现不尊重女性，甚至侵犯女性的行为。不过，我们其实有观察到，最近几年印度的社会观念正在逐渐的产生变化。例如，2018年时，印度宝莱坞媒体界也掀起了 MeToo 运动，许多女性站出来为自己维护权利。而这一次反性侵抗议呢，也有上百万人来参与。而这些都显示出印度女性的力量正在壮大当中。虽然可能单次的运动不会造成特别明显的社会变化，但我们觉得这些发声跟行动可以促使大家重新去检视性暴力、性别平权等等议题。那也在这些不断的思考跟讨论当中，社会观点呢也可能因此有一些变化。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这次印度抗议性侵能够改变性暴力问题吗？可以，女性发声可以让政府重视性暴力问题，毕竟有点困难哦。印度传统观念仍很重，要改变并不容易，所以不好说，但希望能够越来越好。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印度反性侵抗议。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印度的无形恶虎事件以及印度种姓制度。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